邻居的房子呢要被法院拍卖了。大家都知道，法拍房的一个价格呢比正常的价格是要便宜很多的，所以说看房的人也是比较多的。王女士呢边哭边在家里收拾东西啊，家里不到3、4岁的一个孩子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，还在那里开心的玩。这让人心酸而又同情的一幕呢是发生在山东的一个青岛。王女士呢是在2018年花了320万买了这套房子啊，当时呢真的可以说是掏空了几代人的一个积蓄啊，然后东拼西凑呢才凑够了30%的一个首付嘛，大约是100万左右，剩下的220万呢是在银行里面做的一个抵押贷款。5年后的今天啊，现在已经6年多了，然后这套房子的市值呢只剩下160万，房价呢跌去了一半还要多。而王女士呢从2018年到现在啊还了80多万的一个银行贷款。很多人都会认为啊，那欠银行的钱是不是就可以直接就是220万，然后减到这个80万，还剩140万呀？实际上呢，这5年中啊，王女士只还了18万多的一个本金，另外60多万呢全部都是还的银行的一个利息。这也就是说，相当于是现在呢，王女士呢还倒欠银行200多万。王女士去年是怀了一个2胎啊，加上这3、4年嘛，受疫情的一个影响，他们觉得呢，就是生活的压力实在是太大了，就想把这个房子给卖掉。然后去房产中介也是了解了一下，得知呢这套房呢现在只能买160万，而且呢还不好往外卖。而此时呢，他们依然是欠银行200多万，所以说王女士就思来想去，觉得呢亏的也是太多了，不舍得往外卖嘛，于是呢就放弃了这个选择。接下来呢，王女士便选择了一条越陷越深的一个不归路，真的是走上了一个不归路啊。按照常人的一个理解啊，咱们给银行签的是一个按揭抵押的一个贷款合同，干脆如果说你不还贷款了，把房子直接抵押给银行不就得了，让银行呢去自负盈亏去吧，无非最后就是银行呢把这个房子给收走，那不就完事了吗？但是事情呢远远没有大家想象的这么简单啊。各位呢点点赞，点点关注，咱们继续往下说。事情呢并没有像王女士想象的那样发展，接下来等待她的呢是5次沉重的一个打击。这5次打击呢可以说是一次比一次沉重啊，特别是最后一次。首先呢就是这个房子经历了一个查封，包括评估、公示、拍卖后呢，这套市场价格呢160万的房子呢仅以128万成交啊。还给银行之后呢，还倒欠银行80多万，但是除了这80万之外呢，还有什么违约金，包括诉讼费、律师费等这些杂七杂八的一个费用，加起来呢还有20多万，也就是相当于说呢，依然是倒欠银行100多万，并且呢，银行还完这100多万之后呢，才可以跟他解除之前签的那个银行的按揭抵押的贷款合同。事情到这一步呢，还完全没有结束啊，因为王女士的一个违约，包括失信、逾期等因素呢，王女士夫妻2个人已经上了征信的一个黑名单。这就意味着呢，他们呢会被限制一个大额消费。当然了，像他们以后呢乘坐飞机、高铁、动车的出行呢，也会受到一个限制。另外呢，注意的是，按照目前的一个经济形势呢，房子呢依然是处于一个有价无市的一个状态。但是银行呢为了能够快速的降低一个坏账率，加上房价呢依然处于一个下探的一个通道中啊。如果说第一次留白，不排除后续呢仍会放宽这个拍卖条件。甚至啊降低起拍价等方式呢，促成这个成交。这也就是为什么有的房子呢被7折甚至呢6折给拍卖出售。如果说呢按照6折甚至5折来拍卖，那么一来呢，王女士要偿还的一个债务了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多。不管你是欠了银行的还是法院的一个钱，他们要求呢还钱的一个时间呢都是有期限的。这个期限呢是一个短期，不会像房贷那样允许你10年、20年或者是30年。如果还不上，你有可能失信被执行而成为所谓的一个老赖，这也就意味着对子女的一个成长包括发展呢会受到一定的一个影响。如果说呢按照当时的一个市场价格卖掉，只需要补差价银行40万，经过一番操作之后呢，变成了欠银行100多万。本来想着呢就是断供，想减轻自己的一个压力，没想到到头来了反而是压力倍增，肠子悔青。因为拍卖失去了一个房子，因为逾期呢失去了一个征信，甚至有可能呢会影响到自己以后的孩子。最让人担心的是呢，这很可能呢会击垮一个人，压垮一个家庭。各位呢正所谓是选择大于一个努力啊，奉劝各位千万不要因为房价下跌幅度过大而盲目的选择一个断供，后果真的是很严重，真的是一个血淋淋的教训。